熟悉 Capcom 游戏的老玩家应该对西村娟这个名字不陌生。本期就来介绍下这位画工超强的女性画师。西村娟，1969年出生于日本兵库县，她的本名和照片直到现在都未曾公开过。不过她独特的画风极具辨识度，玩家一眼便能认出是出自她的手笔。她的笔名源自于外婆，那位名叫娟的外婆是个擅长绘画的人。在她母亲小的时候，外婆经常给孩子画画。西村娟的母亲继承了外婆陪伴孩子的方式，也在她儿时常常陪她一起画画，把她也培养成了一个喜欢绘画的孩子。小时候，她的画经常得到父母的称赞，可在学校的美术课上，她喜欢在画上加入对话框和星星眼，老师总会为此而批评她，也因为在课本上涂鸦被叫过家长。到了初中，她开始尝试模仿动画《战斗装甲色帮狗》中胡川有谦的水彩风格。也是在这段时期，让她逐渐掌握了水彩技法，画作也开始在学校受到老师的表扬。从那时起，她萌生了以后将绘画作为职业的想法。初中毕业后，她进入一所有设计科目的高中。当时的西村娟希望能从事动画师或小说插画的相关工作，所以在高中毕业后选择进入京都艺术短期大学。她认为学习一些学术性的知识可能会对漫画创作有帮助，于是选择主修日本画。就在这期间，她偶然在弟弟买的《Gamist》杂志上看到了安天郎为《Final Fight》和魔法剑绘制的插画，她不禁感叹，游戏界居然有这么厉害的人。他喜欢的插画师是曾为巫术绘制插画的魏尼纯，同时也是让他开始真正关注游戏插画领域的画师。而漫画家则是荒木飞吕彦。当时的西村家认为动画和漫画行业高手云集，距离自己非常遥远。反观游戏行业似乎有更多的机会，经常能看到招收职员的广告。当时刚好临近毕业，需要开始找工作，他便鼓起勇气，直接给 Capcom 打去电话，并寄送了自己的简历和作品。作品包括他在学墙画的日本画，以及2张 RPG 风格的角色设计图。很快，他便收到了入职考试的通知，并顺利通过。1991年，西村娟正式加入 Capcom， 最初被分配到 Object Team， 主要负责角色的点阵图。参与的第一款游戏是《快打英雄榜》，负责角色齐拉克尔特，以及少量阿列克谢·扎拉索夫的绘制。刚入职不久，快打旋风2要推出一本特刊，因为他听说安天朗在为特刊画封面，还特意在半夜偷偷跑去参观。原以为自己会一直画点阵图，等画技得到认可，应该就有机会参与角色插画的绘制。谁知在半年后，修也在公司成立了专门的插画设计室，主要负责绘制粗小海报和游戏 logo 设计。西村娟在第一时间就受到邀请，从此正式成为 Capcom 设计室的一员。除了格斗游戏的角色设计，在 Capcom 出品的游戏中，设计的原创角色并不多。他最早参与绘制的插画是 Boss， 游戏中的驾驶员由他设计。后来还为 Powered Gear、Cyber Boss 设计驾驶员。还为 Dungeons & Dragons、Shadow over Mystara 设计过角色。1993年，西村娟为《快打旋风2》的动画电影版绘制角色原案。虽然很早就得知游戏要被动画化，却从未想过自己会被选为角色原案设计。为了精准还原游戏中的角色，他不断反复练习，直到厌烦的程度。完成后，再交由负责动画人设的村濑修工进行动画版设计。可能是因为自己第一次参与的动画作品，电影上映后，他特意去影院看了4遍。西村娟表示，
相比男性角色，他更擅长绘制女性，特别是在画《快点旋风》中龙的时候，总让他感到压力很大。画的时候会不断提醒自己，要符合玩家心目中主人公的形象，而肯就轻松得多，只要画得帅就行。2002年，在安天朗的邀请下，他参与了动画《Overman King Gunner》的角色服装设计。因为年少时，他曾模仿的战斗装甲斯邦狗就是富野由悠季的作品，如今能直接参与相关的设计工作，令他激动不已。他本人表示，自己的梦想成真了。除了动画相关的工作外，西村坚在职期间还为西尾维新的小说《新本格魔法少女丽丝佳》绘制过插画。在 Capcom 工作的日子里，西村娟经常得到安天朗的指导，并视他为自己的老师。安天朗不仅经常会去他工位看他的画，还会帮他修改、讲解技法，甚至帮忙上色。虽然早年间一直使用水彩，可为了让画面呈现出厚重感，他开始使用丙烯颜料配合酒精性马克笔上色，期间也尝试过彩色墨水。作画的流程是先把完成的铅笔稿复印，然后在复印的稿纸上上色。在开发《快打旋风3》的1995年 ，Capcom 开始引入数码绘画。当时是西村娟先看到安天朗使用 Photoshop 作画，所以才决定自己也来试试。他表示自己是个比较守旧的人，假如不是身处在游戏公司这种充斥着最新数码技术的环境中，可能自己会一直保持传统的手绘方式。在刚接触数码绘画时，他完全不看软件的说明书，一边摸索一边画，逐步掌握了数码绘画的技巧。得益于撤销和颜色调整等功能，让他可以大胆地进行各种尝试。不过遇到需要纯手绘的工作时，偶尔也会下意识地想要使用撤回指令。在绘制黑白稿件时，会分为草稿、粗稿和线稿3个步骤，所以时间的花费上与彩图差不多。因为看了村田雄介的作画过程，很钦佩他的画工，非常希望自己也能像他一样，可以画出精度很高的线条。西村娟平时很少在网上发表个人作品，他表示工作之外不知道画什么好，基本上都是晒猫和生活场景。2008年，西村娟离开 Capcom， 开启了自由画师的生涯。他独立后接下的第一款游戏是 NDS 上的《极限脱出》9小时9人9扇门。因为这次的角色设定是现代普通人，跟以往的作品风格完全不同，所以对他来说是一次充满新鲜感与挑战的工作。迫られる恐怖のゲーム。私はリュクス王家の娘ソランジュ。てかなんで私らの周りコソコソついて回ってるんだ。マリックは何でも吸い込むんだ。おいアニャメモ
村娟曾企划过一款女性向恋爱游戏《心跳安魂曲》，当时她感叹市场上针对女性玩家的游戏太少，于是花了很长的时间进行设计，就被质疑真的会有女孩想玩这种游戏吗？最终游戏被取消开发，难得的企划却被撤销，让她稍感遗憾。几十年来，西村娟的画风不断变化，你最喜欢的是她哪个时期的作品呢？欢迎在留言区写下你的看法。如果觉得本期内容还不错，请点赞和订阅，我们下个游戏见。